上一期的银行板块分析，收到最多敲碗的就是 RHB。 家人们谁懂啊？看到 RHB 大派50仙的股息，有 6% 的 EOD， 股价还在涨，头脑开始发热了。但你想过吗？这50仙股息到底是利润分给我们，还是把未来的钱先拿出来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 RHB 在自己的 Progress 27计划里有个设定，只拿出 50% 到 60% 的盈利作为股息。但是2025财年的53%派息率让 Payout Ratio 冲到了 65%， 打破了自己设定的区间。机构投资者担心的从来都不是股息太少，而是这种大手大脚的派息有没有代价。很多人会说没事啦，他看起来很有钱啊，你看他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还在 13.9% 就知道了。问题就在这里，银行不是看现在有多少钱，而是看还能这样大手大脚多久。你给我15分钟，我们一起做一件更重要的事，拆解他的钱是怎么来的，还有这笔钱能不能一直来。当贷款增长开始熄火，市场凭什么给 RHB 1.1 倍的 PB 估值？不想在2026年赢了股息赔了股价的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。很多散户看到50仙觉得 RHB 真大方，但如果你是机构，你第一反应不会是开心，你会先问一句话，这笔钱是从哪里掏出来的？我们来看一组很简单的数字。2025年 RHB 的核心净利润是 33.64 亿，最后他发了50仙股息，换算下来派息率是 65%。 这就跟 RHB 自己在 Progress 27里面写的正常派息框架是 50% 到 60%， 这就有矛盾了。他自己打破了自己的规则，事不多了就 5%， 但这 5% 才是重点。因为银行这种东西不是你想分就分，必须经过国家银行 BNM 的压力测试。所以当他多分这 5% 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，为什么今年要破例？管理层的说法很简单，之所以能破例多给这 5%， 是因为从 Tokio Marine 和 Take for Malaysia 收到的16亿令吉的 bancassurance 准入费，这是一次性的入账。有些话听一半是艺术，听完是事故。如果拨走监管继续收紧，对资本要求提高，那今天这笔多分的股息是不是也是一次性？人生有3大错觉，老板欣赏我，明天中 4D， 股息年年涨。我们散户只看到 6% 的 EOD 就在那边高潮了。但如果你开始看这个 65% payout， 你会意识到一件事儿，他发了多少股息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还能这样发多久。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利润表，在资本。在我们拆解资本之前，我们来看看它的估值。很多人看银行股有一个很致命的习惯，喜欢看 PE， 然后问一句，算便宜吗？我先讲一句可能不太好听的， PE 是给外行看的，机构在看银行根本不是这样看的。他们看两件东西， PB 市净率和 ROE。 为什么？因为银行不是普通公司，你买银行本质上是在买它把资本也就是 book value 变成利润的能力。我们来看一组数字，投行的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， HB 现在的 PB 大概在 1.07 倍，而2026年的预估会稍微降到 1.03 倍。听起来没什么，但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把这个数字拉回过去10年看，它的平均值大概只有 0.86 倍。简单讲一句人话，现在这个估值是它过去很少待的估值区间。再简单讲就是贵。但是如果贵，为什么资金还在？市场现在不是在买便宜，市场在买一个故事。那个故事是 RHB 能把 ROE 拉到 11% 左右，然后持续把钱分出来。但这也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当一家银行的估值被推到历史高位，它的容错率就会变得很低。那个50仙的股息是靠牺牲一级资本充足率换来的，只要 RHB 的表现有一点点不符合市场预期，那个 1.1 倍的 PB 估值就会崩了。所以重点从来不是这家公司发了多少股息，重点是在不透支未来的前提下，它还能发多久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财报。很多人看完财报只记得一句话，利润增长 7.8%， 然后就结束了。问题是这 7.8% 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接下来我们看 RHB 的2块引擎和2块拖油瓶，我们一个一个看。第一块主引擎是 Net Interest Income， 因为银行最核心的生意是借钱出去赚利差。RHB 2025年的 Net Interest Income 全年只增长了大概 0.3%， 也就是说这台车不是靠踩油门在加速。第二块副引擎是 Non-Interest Income， 它的 Total Income 涨了 2%， 主要原因是 Non-Interest Income 按年增长了 6.8%。
这块收入就是手续费和刚才提到的 bancassurance 合同带来的一次性红利。第一个拖油瓶就是减值拨备，这个减值拨备本来要留着防坏账的钱，它会拉低银行的利润。2025年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原来是它的减值拨备少了，直接下降了 36%， 而减值拨备能减少，就因为信用成本从22基点下降到大概13基点，管理层或许觉得他们自己把风险控制到很好，所以减值拨备少了。这代表本来要锁起来的钱现在被拿出来了，变成利润。账面上关公看了都点头，但问题是这是不是每个月都能这样做？你自己也知道不能，那这个利润有多少是可重复的？第二块拖油瓶就是营运成本。2025年 RHB 的营运成本还在涨，大概 3.3%。 我们现在把画面拼起来，主要收入没怎么动，都是非利息收入在帮忙，而减值有减少，所以释放利润。至于成本还在上升，那为什么 RHB 还在加速？最大原因就是减值拨备的减少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讲一句得罪人的话，这一次的利润不是纯粹经营变强，而是结构帮你撑起来。这种结构能撑多久？因为减值这种东西不是你想它少它就可以一直少。一旦信用成本回到正常水平，比如20基点左右， Non-interest income 也刚好回归正常，但是你的 Net interest income 还没起来，那这个利润就会很难看。与其相信你还有50仙股息，不如相信中东局势明天就和解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往下看，因为当利润不是自然长出来的时候，它对资本的消耗方式会完全不一样。刚刚我们看的是利润，现在我们来看代价。因为银行这个行业有一句很现实的话，少亏钱比多赚一点更重要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判断这50仙靠不靠谱，你不能只看利润表，你也要看它的资产质量。我们先看表面。2025年 RHB 的坏账比率从 1.47% 降到 1.41%， 看起来在变好，这只是代表过去的坏账在减少，不代表潜在的风险在减少。再看一个更关键的数字，信用成本是13基点，他借出去100块钱，只预备亏掉 0.13 块，听起来就是经济在复苏。但是我们不要猜，我们看分析师怎么说。报告里写的很直接，这次改善主要来自2件事。第一，追回了一些大额旧债。第二， SME 在主动去杠杆。讲白一点就是2025年刚好把一些以前收不回来的钱收回来了。再看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点， RHB 的贷款损失覆盖率维持在 76%到 78%， 坏账如果真的发生，它已经预留了大概3/4，对比有些银行是 100%。 RHB 的贷款损失覆盖率这么低，是因为很多贷款有抵押，所以如果顾客违约，那么只要再补充剩下的余额就可以了。听起来合理，但是不要忘了上一集我们已经说了，马来西亚银行业的 SME 坏账率已经爬到 2.96%， 几乎是零售贷款的3倍。而 RHB 自己也承认 SME 就是风险热点。好，现在把所有东西拼在一起，2025年发生了坏账下降，拨备减少，所以利润变漂亮，股息也变得慷慨，听起来就是一个完美年份。不出意外，意外就来了。如果 SME 开始出问题， RHB 的信用成本回到20基点甚至更高，那么它的拨备上升导致利润下降和连带的股息压力增加。你现在看到的 1.1 倍 PB 是建立在资产质量稳定之上，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，这个溢价是会直接消失的。还有刚才聊到 Net Interest Margin， 很多人脑子里还是那一套，等央行升息，银行自然赚更多。但我们应该先看一件事，资金成本 Cost of Funds。 2025年的 RHB 在 Net Interest Margin 这块确实有点本事，第4季度的 Net Interest Margin 回到 1.82%。 问题来了，这多出来的利差是怎么来的？原来是 RHB 的往来与储蓄账户增长了 11.6%， 可是总存款只增长 1.2%， 这代表它在换血，而且是很激进的那种。他不要更多的钱，他只要更便宜的钱。怎么做到？就是把高成本的定存慢慢踢掉，用老板做生意和个人储蓄账户的钱补上来，把便宜钱的比率冲到 30.4%。 听起来很聪明，也确实很聪明，但问题是这种玩法有没有代价？有，他的 Loan to Deposit Ratio 已经高达 99.2%， 代表他借出去的钱几乎已经用光了他所有的存款，这是极限操作啊！这才是市场真正分歧的地方，一边是很漂亮的 Net Interest Margin， 另一边是几乎没有缓冲的资金结构。
也就是说，它现在的好表现是建立在极限操作之上。如果找不到更多的便宜钱，存款回流到 FD， 那资金成本会上升， Net Interest Margin 会被压，利润也跟着被压。所以你要继续盯着便宜钱能不能保持在 30% 以上。接下来我们聊一个很危险的词，增长复苏。很多人翻开 RHB 财报，看到贷款增长了 5.4%， 觉得在这个只有 4% 到 5% 增速的平庸时代，这个数字已经很能打了。甚至有人开始幻想 RHB 会不会从收息股变成成长股。这里我要先泼一盆冷水，增长是回来了，但这个增长是瘸的，不是每一条腿都在跑。要判断一家银行的增长有没有含金量，不能只看总数，必须穿透地域和业务这两个结构。首先看地域结构， RHB 现在的状态是大马和新加坡在前面跑，其他邻国在后面拖。大马国内业务增长了 6.2%， 新加坡也贡献了 4.3% 的增量，但你看它的泰国和柬埔寨业务更是大缩水。我猜是那边的员工悟出了一个道理，躺平一时爽，一直躺一直爽。别废话了，看第二块，业务结构，房贷和车贷都在增长，看起来很强，对不对？但这些还没有 SME 贷款好赚，结果 RHB 的 SME 贷款是负增长。我们再把镜头拉大一点，还记得上一期说到 SME 增速已经掉到24个月新低，而 Working Capital 的增长只剩 0.8%， 这代表现在是贷款寒冬。不出意外， RHB 也没有展现出超越行业的御寒能力，它只是在用低毛利的零售贷款来掩护高毛利业务的熄火。如果2026年 SME 这一块接不上，继续靠房贷、车贷，那 ROE 会很难往上走。我们判断增长有没有回来，不是看那个 5.4% 的总数，而是要盯着2026年的 SME 贷款能不能扭负为正。如果这条线还是断的，那这50仙股息的长期可持续性依然要打一个大的问号。现在我们的思维要升级，从它发了多少股息变成它最多能发多少，这就要看核心一级资本比率。RHB 的核心一级资本比率是 13.9%， 与同行相近，但是 RHB 可能不是拿来派发股息用的。管理层已经讲得很清楚， ROE 要冲到 10.8% 到 11%， 贷款增长 5% 到 6%， 不要忘了 RHB 是属于 I2B 阵营的。在2028年1月开始，他们的一级核心资本比率就会被削减，投行预计从现在的 13.9% 下降到 13.0% 左右。相信 RHB 应该很难做到再有限的资金一边放贷一边派息。所以现在我们把整支影片的所有东西串起来看，利润有结构性成分，资产质量有周期风险， Net Interest Margin 靠资金结构在撑，增长结构又不是很平衡，最后资本上限也没看头。所以市场目前给 RHB 1.1 倍的 PP 估值，实际上是在透支它2028年监管红线到来之前的最后一点资本红利。现在我们把今天所有东西收成一个你以后可以一直用的工具，不只是 RHB， 你以后看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先忘掉 Dividend Yield， 要问自己4个问题。第一，这家银行有没有资本去支撑它的野心？你要看的不是利润，是核心一级资本比率。 RHB 现在是 13.9%， 但是到了2028年，因为算法变得更严厉，所以现有的条件来看会进一步下滑到 13%。 第二，这个利润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？你要盯2样东西，坏账比率和信用成本。 RHB 的情况是什么？坏账比率是 1.41%， 而信用成本只有13基点，这么低是常态吗？如果不是，那利润就是被提前释放的，一旦信用成本回去，利润就会掉回去。第三，便宜钱有没有流进来？银行赚钱本质就一件事，用便宜的钱去赚利差，所以你要看 Net Interest Margin 和便宜钱的占比。看看 RHB， 它的 Net Interest Margin 维持在 1.82%， 归功于手上的钱有 30.4% 是便宜钱。关键问题是这个便宜钱能不能守住？如果守不住，成本上来利差被压，利润就会被压。第四，还有没有空间继续放贷？看的是 Loan to Deposit Ratio， RHB 现在是 99.2%， 这代表在想增长就要用更贵的钱，成本会上来，回报会被压。现在我们把这4个问题拼在一起看， 65% 高 payout， 核心一级资本的削减，部分利润来自低拨备，利差靠 30.4% 的便宜钱撑，要更多便宜钱就要踢掉更多定存，但是会面临流动性不足的情况。你看到的是什么？不是高股息银行，
是一台把资本效率拉到极限的机器。这就是 RHB 的本质。这些是我答应观众接下来要做的主题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